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情感故事。接下来我将用当事人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整个故事。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点赞订阅，谢谢大家啦！我叫林思颖，是台北一所私立高中的英语老师。我从小就长得漂亮，身高1.68米，皮肤白皙，有着标准的瓜子脸，大眼睛配上自然卷翘的睫毛，总是吸引许多目光。我的身材更是许多学生们羡慕的对象，纤细的腰身搭配修长的双腿，在校园里走过时常常引来艳羡的目光。思颖老师今天又穿了那条浅蓝色的连衣裙，真的好漂亮啊！对啊，她走路的姿势好优雅，感觉就像是从电视剧里走出来的女主角一样。每天听到这样的议论，我只是礼貌的微笑回应。其实当老师并非我的初衷，我曾梦想成为一名旅行作家，去世界各地探索不同的文化。但在现实的压力下，选择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虽然教书育人也很有成就感，但我内心深处始终有个声音在呼唤我，渴望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29岁那一年，我的人生迎来了重大转折。思颖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出国进修啊？我的好友小芳在一次聚餐中突然问我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奇怪地问，你不是一直想去国外看看吗？我刚刚收到德国一个交换项目的信息，正好是教育类的，可以申请去当中文老师，为期1年。小芳说着拿出手机给我看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巧？我激动得差点把饮料打翻，我一定要申请试试，这就像是上天安排的命运一般。不到2个月，我就接到了录取通知，将前往德国慕尼黑的一所中学任教中文。收拾行李时，我的内心既兴奋又忐忑。离开生活了近30年的台湾，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，虽然有些恐惧，但更多的是对未知世界的期待。妈，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，别担心啦。临行前，我安慰着红着眼眶的妈妈。一个女生家的跑那么远，怎么能不担心？有空一定要常打电话回来，知道吗？知道啦，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我们可以天天视讯的啦。就这样，带着家人的祝福和牵挂，我踏上了前往德国的航班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这一去将彻底改变我的命运。初到德国，一切都是那么新奇。金发碧眼的人们，整洁有序的街道，还有那些古老而精美的建筑，都让我如痴如醉。语言障碍是最大的挑战，虽然我英语很好，但德语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学校里有不少会英语的老师，生活上的问题总能解决。我在学校教授中文，学生们对遥远东方的语言和文化充满好奇，这让我的课堂总是热闹非凡。我也尽可能地融入当地生活，周末参加各种活动，认识新朋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认识了马库斯。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周六下午，我独自一人在英国花园散步，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。突然，一只金毛犬向我奔来，差点将我扑倒，真是对不起。一个高大的德国男人匆忙跑过来，牵住了那只兴奋的狗，用带着口音的英语向我道歉。没关系，他很可爱，我笑着回答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马库斯。他有着典型的德国人特征，金色的短发，蓝色的眼睛，高大健壮的身材。但最吸引我的是他的眼神，温柔而又充满智慧。你是亚洲人？他好奇地问。是的，我来自台湾，在这里当交换老师。太巧了，我一直对亚洲文化很感兴趣，尤其是中国文化。你愿意和我聊聊吗？就这样，我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聊了整整1个下午。马库斯是一名建筑设计师，曾经去过中国几个城市考察古建筑，对中华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。他的见解让我惊讶，而他对我的好奇和尊重则让我感到舒适。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？分别时，他有些腼腆地问道。好啊，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开始了频繁的约会。马库斯带我游览慕尼黑的每一个角落，从宏伟的新天鹅堡到热闹的玛丽恩广场，从传统的啤酒节到隐秘的小众博物馆。每一次约会都充满了欢声笑语，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加深。3个月后，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，马库斯向我表白了。思颖，我爱上你了。他用刚学会的中文说道，虽然发音不标准，却让我心跳加速。我也喜欢你，马库斯，我红着脸回答。那一晚，我们第一次亲吻，
在慕尼黑宁静的夜色中，仿佛时间都静止了。马库斯的吻温柔而热情，他健壮的臂膀将我紧紧搂住。我能感受到他强烈的心跳和炙热的呼吸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公主，找到了命中注定的王子。你愿意跟我回家吗？他在我耳边轻声问道，声音因为紧张而微微发颤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那晚，在马库斯整洁而温馨的公寓里，我们第一次亲密接触。他的动作既热情又克制，充满了对我的尊重和珍视。你的身体真的太美了。他看着我雪白的肌肤和玲珑有致的身材，眼中充满惊叹，就像艺术品一样完美。在他的爱抚下，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满足。那晚我们彻夜缠绵，仿佛要把之前错过的时光都补回来。天亮时，我依偎在他的怀中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安心。我爱你，思颖。他在我耳边呢喃，我也爱你，马库斯。我轻声回应。就这样，我们开始了甜蜜的恋爱生活。马库斯是个体贴的恋人，总是能察觉我的需要。无论是精神上的安慰还是生理上的满足，他都能给予我最好的。我们的亲密关系也越来越和谐，每一次都能让我到达极乐的巅峰。思颖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个双胞胎弟弟。一天晚上，马库斯突然对我说：“真的假的？你从来没提过哎。”我惊讶地看着他。他叫托马斯，一直在柏林工作，是个软件工程师。我们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连我妈都有时会认错。马库斯笑着说：“下周他会来慕尼黑看我，你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”当然好啊，我很期待见到你的双胞胎弟弟。1周后，我终于见到了托马斯。天啊，他们真的几乎一模一样。如果不是托马斯的发型稍微不同，鼻子上还有一颗小痣，我几乎无法分辨他们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思颖。托马斯微笑着与我握手，他的声音比马库斯低沉一些，眼神也更为内敛。那晚的晚餐十分愉快，托马斯风趣幽默，经常讲一些有趣的程序员笑话，虽然我听不太懂，但看到兄弟俩相处的温馨画面，心里也感到无比温暖。思颖，我弟弟怎么样？回家的路上，马库斯问我，他很有趣啊，你们兄弟感情真好。是啊，从小到大我们形影不离，即使现在住在不同的城市，每周也会通话好几次。那时的我还不知道，这对双胞胎兄弟将会如何改变我的命运。随着交换项目的结束，我面临着是否回台湾的抉择。马库斯坚决地表示不想我离开。思颖，留下来和我在一起好吗？他真诚地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期待。可是我犹豫了，我的家人朋友都在台湾，我的工作也在那里。你可以在这里找工作，慕尼黑有很多国际学校需要中文老师。至于家人，我们可以经常回去看他们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思颖，我爱你，我想和你共度余生。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我决定留下来。德国的生活虽然有些不习惯，但能和爱的人在一起，一切困难都值得克服。我很快在一所国际学校找到了中文教师的职位，生活渐渐步入正轨。妈，我决定留在德国了。我鼓起勇气给家里打电话。啊，为什么突然要留在那边？妈妈的声音充满担忧。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，我们在交往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妈妈的叹息。你这孩子一向有主见。既然决定了，妈妈尊重你，但是要记得常联系，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。我会的，谢谢妈妈理解。半年后，在一个浪漫的晚餐上，马库斯向我求婚了。他单膝跪地，捧着一枚闪闪发光的钻戒，眼中充满爱意。思颖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，我激动地回答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我们决定举行一个小型婚礼，只邀请最亲近的亲友参加。我的父母和几个好友从台湾飞来，马库斯的家人和朋友也都来祝福我们。托马斯作为伴郎，全程都面带微笑，但我总觉得他的眼神有些复杂。婚后的生活幸福美满，我和马库斯住在慕尼黑郊外的一栋小别墅里，周末经常邀请朋友来家里聚餐，托马斯也常来看我们，有时甚至会住上几天。哎，托马斯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开玩笑地问道。怎么，我来看我亲爱的哥哥和嫂子不行吗？他笑着回答，但目光却微微闪烁。起初我并没有在意托马斯频繁的造访，
直到有一天，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。那天下午，我提前从学校回家，本打算给马库斯一个惊喜。刚进门，我就听到卧室传来轻微的响动，心想马库斯可能提前回来休息了。我轻手轻脚地走向卧室，推开了虚掩的门，我呆住了。床上的人确实是马库斯的脸，但我立刻认出那是托马斯，他鼻子上的小痣无法隐藏。而更令我震惊的是，托马斯正穿着马库斯的衣服，躺在我们的床上，手里拿着我的照片，脸上的表情说不出的诡异。托马斯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惊叫出声。他猛地坐起来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思颖，对不起，我可以解释。解释什么？你为什么穿着马库斯的衣服躺在我们的床上？我的声音因为愤怒和恐惧而发抖。我只是想知道哥哥的感受。他支支吾吾地说，眼神游移。什么意思？思颖，我爱上你了，从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你。托马斯突然抬头，眼中充满痛苦和渴望。我知道这样不对，但我控制不了自己。每次看到你和哥哥在一起，我都极度的发疯。我震惊地后退几步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托马斯，你疯了！我是你哥哥的妻子。我知道。他痛苦地低下头，但我真的很爱你，思颖。你那么美丽，那么聪明，那么温柔。我梦想着能像马库斯那样拥有你，哪怕只有一天也好。我感到一阵恶心，转身就要离开，但托马斯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。思颖，求你别告诉马库斯，这会毁了我们兄弟的关系。我保证我会离开，再也不打扰你们。看着他恳求的眼神，我迟疑了。告诉马库斯真相可能会彻底破坏这对亲密的双胞胎兄弟的感情，但不告诉他，我又觉得对不起丈夫。好吧，这次我不说，但你必须马上离开，以后也不要再来我们家。我冷冷地说。托马斯如释重负地点点头，迅速收拾东西离开了。那天晚上，马库斯回来时，我表现得若无其事，但心里却像压了一块大石头。我该不该告诉他真相？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几周过去了，托马斯果然没有再来打扰我们。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，直到有一天，马库斯突然问我，思颖，你最近怎么了？感觉你有心事。我没事啦，可能最近工作有点累吧。我勉强笑着回答，却避开了他关切的目光。马库斯轻轻抚摸我的脸颊，温柔地说，亲爱的，我们之间不应该有秘密。如果有什么事情困扰你，请告诉我好吗？看着他真诚的双眼，我的内心挣扎不已。最终我决定坦白，马库斯，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关于托马斯，我将那天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马库斯，包括托马斯穿着他的衣服躺在我们的床上，还有他对我表白的事情。说完后，我紧张地观察马库斯的反应，生怕他会暴怒或崩溃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马库斯听完后只是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叹了口气。其实我早就知道托马斯喜欢你。什么？我惊讶地睁大眼睛，你知道却不告诉我。思颖，托马斯是我的亲弟弟，我了解他。从你们第一次见面，我就注意到他看你的眼神不对劲，但我以为时间久了，他会控制自己的感情。马库斯苦笑着解释，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小心翼翼地问，我需要和托马斯谈谈。马库斯坚定地说，我们是兄弟，无论有什么问题都应该坦诚相对。第二天，马库斯约托马斯出来见面。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，只知道马库斯回来时脸色凝重，情绪低落。怎么样？我忐忑不安地问。托马斯承认了一切。马库斯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，他说他爱上你已经很久了，每次看到我们在一起都痛苦不已。天啊！那你们，我告诉他，我理解他的感受，但你是我的妻子，我爱你，不会让任何人破坏我们的关系。马库斯握住我的手，眼神坚定，他保证会远离我们，给自己时间冷静下来。我点点头，内心却依然不安。托马斯真的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吗？如果他再次接近我，甚至做出更过分的事情怎么办？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们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。托马斯果然遵守承诺，不再来打扰我们。我和马库斯的感情也因为这次坦诚相对而变得更加牢固。
我开始相信，也许事情真的会好起来。然而，命运之神似乎喜欢和我开玩笑。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周末，马库斯去工地视察工程进度，预计要晚上才能回来。我独自在家，正在厨房准备晚餐，突然门铃响了。谁啊？我隔着门问道。思颖，是我，托马斯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浑身一僵。你来干什么？你不是答应过马库斯不再来打扰我们吗？我知道，但有重要的事情必须当面告诉你。关于马库斯的事，求你了，只有几分钟。托马斯的声音听起来异常急切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打开了门。托马斯站在门外，浑身湿透，头发紧贴在额头上，看起来狼狈不堪。到底什么事？我警惕地问，没有请他进来的意思。可以让我进去说吗？外面雨太大了，他恳求道。看他可怜的样子，我心软了，侧身让他进门，但坚持在客厅谈话，并与他保持距离。有什么事快说吧，马库斯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我撒了个谎，希望能让他知难而退。托马斯脱下湿透的外套，在玄关的架子上挂好，然后深吸一口气。思颖，我必须告诉你一个可怕的真相。马库斯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完美的人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皱起眉头，他背着你出轨了，和他公司的女同事。托马斯直视我的眼睛，我上周看到他们在一家餐厅亲密约会，那个女人就是他项目组的设计师安娜，我不信。我激动地反驳，马库斯不是那种人，你别想挑拨我们的关系。我知道你不相信，所以我拍了照片。托马斯拿出手机，翻出几张照片给我看。照片上确实是马库斯和一个金发女子坐在餐厅的角落，两人举杯相碰，笑容灿烂。还有一张照片显示马库斯亲吻了那个女人的脸颊，我的心一下子沉到谷底。虽然照片并不能证明他们有不正当关系，但马库斯从未提过和这个女同事单独吃饭的事情。这不能说明什么，我强作镇定，同事之间吃个饭很正常。思颖，别再自欺欺人了。托马斯向前一步，握住我的手，我了解我哥哥。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，表面温柔体贴，背地里却到处留情。在遇见你之前，他换女朋友如换衣服。你以为他真的改变了吗？放开我！我甩开他的手，眼中含着泪水。我不相信马库斯会背叛我，一定是你在挑拨离间，我只是不想看你受伤害。托马斯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柔，思颖，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，我就爱上了你。看到你嫁给我哥哥，我痛苦不已，但我尊重你们的选择。可当我发现马库斯辜负了你的信任，我不能再沉默了，够了。请你离开，我指着门口，声音因愤怒而颤抖。托马斯没有动，反而向我走近一步，思颖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你真的感觉不到我对你的爱吗？我可以给你马库斯给不了的一切，忠诚、专一和永远的疼爱。托马斯，你疯了，我是你哥哥的妻子。即使马库斯真的出轨，我也不会背叛他。那你为什么不问问马库斯真相？托马斯逼近我，打电话给他，问问他今天是不是真的去了工地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拿出手机拨通了马库斯的号码。电话响了几声后被接通，背景音嘈杂，似乎是在餐厅或咖啡厅。嗨，亲爱的，怎么了？马库斯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紧张。你在哪里？工地进展如何？我强装镇定地问。一切顺利。工人们都在按计划施工，应该很快就能完成。他的回答有些支吾。是吗？那你什么时候回家？我做了晚餐等你。恐怕要晚点了，亲爱的。工地上还有些问题需要解决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的心凉了半截。马库斯明显在说谎，背景音根本不像是在工地。托马斯说的难道是真的？看到了吧？托马斯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他在骗你。我转身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。即使你说的是真的，这也不能成为你趁虚而入的借口。请你现在就离开，我需要自己静一静。托马斯叹了口气，点点头，我理解。但请记住，无论何时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如果你需要我，随时可以联系我。他拿起外套走向门口，但在临走前又回头看了我一眼。思颖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比马库斯更爱你。门关上后，我瘫坐在沙发上，泪如雨下。我该相信谁？
马库斯真的背叛了我吗？托马斯是真心关心我，还是另有企图？我决定亲自查明真相。第二天，我假装去上班，实际上却跟踪马库斯。他确实去了公司，但午餐时间他独自驱车离开，前往市中心一家高级餐厅。在那里，他与一位金发女子会面，正是照片中那个安娜。我躲在角落，看着他们有说有笑。马库斯甚至亲切地为那个女人擦掉嘴角的酱汁。我的心如刀割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原来托马斯没有说谎，马库斯真的背叛了我。晚上回到家，马库斯若无其事地吻了我的脸颊。今天工作怎么样，亲爱的？你呢？你的一天过得如何？我强忍着怒火和悲伤问道。还是老样子，忙碌但充实。他笑着回答，然后走进浴室洗澡。我坐在床边，泪水再次涌出。我爱马库斯，为他放弃了在台湾的一切，却换来这样的结局。我该怎么办？是质问他，还是默默忍受？或者离开他？就在我纠结不已的时候，手机震动了一下。是托马斯发来的短信。思颖，你还好吗？有什么发现？我犹豫了一下，回复道：你是对的，我亲眼看到他们在一起。我很抱歉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如果需要人陪伴，我随时都在。看着这条信息，我突然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。如果马库斯可以背叛我，为什么我不能给他点颜色看看？托马斯那么爱我，也许我可以利用他让马库斯嫉妒，逼他承认错误。第二天，我约托马斯在一家咖啡厅见面。他一见到我就紧张地问：你还好吗？昨晚睡得好吗？不太好，一直在想这件事。我轻声回答，眼圈发红。思颖，你应该离开他。马库斯不值得你的爱。托马斯握住我的手，眼中充满关切。可是我爱他，他辜负了你的爱。托马斯坚定地说，你应该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我看着托马斯，突然意识到他和马库斯是如此相像，却又如此不同。同样的面容，不同的灵魂。也许在错误地选择了其中一个后，命运给了我一个弥补的机会。托马斯，如果我说我想尝试和你在一起，你会怎么想？我试探性地问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激动地说，真的吗？思颖，我愿意用余生的每一天来证明我比马库斯更爱你，更值得你的爱。就这样，我和托马斯开始了秘密交往。白天我是马库斯的妻子，晚上马库斯不在家时，我便与托马斯约会。这种双重生活让我既刺激又内疚，但每当想起马库斯的背叛，我又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报复。1个月后，事情出现了转机。那天晚上，马库斯提前回家，看到托马斯的车停在我们家门口。他冲进屋内，正好撞见我和托马斯在沙发上亲吻。什么情况？马库斯愤怒地大吼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。托马斯迅速站起身，挡在我前面。哥哥，冷静点，我爱思颖，我们相爱了。你这个叛徒，我的亲弟弟和我的妻子。马库斯怒火中烧，冲上前去一拳打在托马斯脸上。住手！我尖叫着分开他们。马库斯，你有什么资格生气？你自己不也背着我和安娜鬼混吗？马库斯愣住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和安娜？别装了，我都看到了。你们在餐厅亲密约会，你甚至亲吻了她。什么？不，你误会了。马库斯摇头否认。安娜只是我的同事，我们在讨论工作。那为什么你从来不提起和她单独吃饭的事？为什么你说去工地，实际上却和她在餐厅？我质问道。因为马库斯犹豫了一下，因为那天是你的生日礼物。安娜是首饰设计师，我请她帮我设计一条项链作为惊喜。什么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本来打算下周送给你，作为我们结婚周年的礼物。马库斯痛苦地说，然后转向托马斯。至于你，弟弟，你竟然为了抢夺我的妻子，不惜诬陷我出轨。托马斯脸色苍白，低下头不敢看我们。突然一切都明白了，托马斯一直在骗我。他利用我对马库斯的信任危机，挑拨我们的关系，为的就是把我据为己有。托马斯，这是真的吗？我震惊地问。托马斯沉默了一会儿，最终点了点头。是的，我撒谎了。马库斯从未出轨，那些照片都是我精心安排的误导。我爱你，思颖，
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得到你，即使背叛自己的亲兄弟。滚出去！马库斯怒吼，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弟弟。托马斯无言以对，默默地拿起外套离开了。门关上后，房间里一片寂静。马库斯，对不起，我哽咽着说，羞愧和内疚几乎将我淹没。马库斯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叹了口气。思颖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为什么宁愿相信托马斯，也不愿信任自己的丈夫？我看到了照片，又听到你在电话里撒谎，我以为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马库斯痛苦地说，现在好了，我失去了弟弟，也失去了妻子的信任。那晚我们彻夜长谈，坦诚相对。马库斯确实是去为我准备礼物，而我则承认了自己的不信任和报复心理。尽管他表示理解我的行为，但我们都知道，这次事件给我们的婚姻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裂痕。2个月后，我收拾行李，踏上了回台湾的航班。马库斯没有挽留我，只是在机场轻轻吻了我的额头。照顾好自己，思颖。你也是，马库斯。对不起，我毁了一切。我含泪说道。回到台湾后，我重新找了一份高中英语老师的工作，开始新的生活。托马斯曾多次尝试联系我，但都被我拒绝。他已经不再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正如马库斯也不再是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远嫁德国的梦幻爱情，最终变成了一场悲剧。我失去了爱我的丈夫，破坏了一对亲密无间的兄弟关系，也让自己背负上了无尽的悔恨和愧疚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情感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信任是婚姻的基石，一旦失去就很难重建。希望大家从思颖的经历中吸取教训，珍惜自己的感情，不要轻易被谎言蒙蔽，更不要用错误的方式去报复伴侣的背叛。毕竟有时候我们看到的真相，可能只是别人精心设计的陷阱。喜欢我的故事，别忘了点赞订阅哦，下期再见啦！